同学们好，今天我们开始学习中医脉诊。脉诊又称切脉，是医生用手指对患者体表动脉进行切按，提炼脉动硬质的形象，这又称为脉象。脉诊是为了了解健康和病情、辨别病症的一种诊断方法。脉诊是中医切诊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也是中医特色的诊断方法之一。脉诊呢，依靠手指的灵敏触觉加以体验和识别，因此学习脉诊既要熟悉脉学的基本知识，又要掌握切脉的基本技能。反复练习，仔细体会，才能逐步识别各种脉象，并有效地运用临床。首先，我们学习脉诊的形成原理。中医医生用3个手指头切按病人的脉搏，切脉为什么可以诊病呢？脉象是脉动硬质的形象，是手指感觉脉搏跳动的形象。人体的血脉贯通全身，内连脏腑，外达肌表，运行气血，周流不息，所以脉象能够反映全身的脏腑功能、气血阴阳的综合信息。脉象的产生与心脏的搏动、心气的盛衰、脉管的通利和气血的盈亏，以及各脏腑的协调作用直接相关。首先，心和脉是形成脉象的主要脏器。心脏的搏动是形成脉象的主要动力，它受到心气、心血、心阴、心阳的影响，与脉象直接相关。而脉管的收缩为气血运行的通道，脉有约束和推进血流的作用，直接影响脉象。另外，心阴心阳的协调与脉象的形成有密切的关系。心阴心血是心脏生理活动的物质基础，心气心阳是心脏功能活动，心阴心阳的协调是维持脉搏正常的基本条件。当心气旺盛，血液充盈，心阴心阳调和，心脏的搏动节奏和谐有力，脉搏从容和缓，均匀有力。反之，则脉搏过大过小、过强过弱、过迟过速，或者是节律失常等变化。其次，气血是形成脉象的物质基础。气血是构成人体组织和维持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。气是属阳，推动和固摄血液的运行。气的推动作用是血液运行不息，气的固摄作用可以助脉拥遏阳气，因此气的作用对脉象影响很大。血液是脉象形成的物质基础，因此血液的盈亏直接关系到脉的大小。脉象的形成不仅与心脉气血有关，同时与脏腑的整体功能活动有密切的关系。比如肺主气司呼吸朝百脉，所以肺气可以助心以行血。脾胃能运化水谷精微，为气血生化之源。脾胃产生的气血是脉象形成的物质基础。脾统血，又可以统摄血液的运行，使血不至于溢出于脉外。肝藏血主疏泄，可以调节血量和血型。肾藏精为全身阴阳的根本，因此肾精是脉的根本。同时，精血相生，肾精可以转化成为肝血，保证血脉的充盈。综上所述，脉象的形成不仅与心脉气血有关，同时与脏腑的整体功能活动关系密切。因此，脉象可反映脏腑的功能活动以及气血的盛衰，可以诊断脏腑及气血的病变。以上是脉象形成的原理。本节课就上到这里。